爷爷左手一只瑞宝，右手一只灰宝，走在下班路上。开始时，瑞宝看到爷爷只抱妹妹不抱自己，还吃醋了，于是便主动跑了过来，将爷爷内心乐开花了，心想这下省事儿了。而今天爱宝在来室外园区玩耍时，彻底放飞自我了，自己玩自己的，根本不想带娃，疯狂抓树皮。而从野生动物角度上来看，爱宝的这个行为是在告诉其他动物，这里有大型动物，警示不要靠近，更是为了不让其他动物来伤害宝宝。当爱宝确认自己的标记和留下的抓痕够用了时，便坐了下来，将瑞宝和灰宝搂在怀里一起玩耍，让瑞宝和灰宝充分享受着来自自己的母爱。两只小团子围绕在爱宝身边，画面看上去甚是可爱。而宋爷爷此时正在隔壁乐宝园区为乐宝修理小木床，之前乐宝给自己年龄立牌的拼音缩写啃掉了，这次爷爷不再只用胶水，爷爷进行了2次加固，不仅用胶水，还用钻机进行了打孔，然后用木头进行2次固定。用木头固定既可以达到固定的作用，如果乐宝再次进行啃咬的话，也没有什么危险。一会儿，瑞宝趁妈妈不注意，自己来到了小树前，对着爷爷的小树啃了起来。这下福宝又多了新的帮手，为园区早日呈现黄土高坡的情形大大缩短了时间。因为瑞宝和灰宝只营业1上午，下午福宝需要回来休息。爱宝到点时便叼着瑞宝和灰宝往家走，为自己的大女儿腾地方。今天奶爸不给爱宝按时开门下班，爱宝本来就烦，灰宝还要在妈妈气头上反复试探。开始灰宝连拍爱宝好几巴掌，爱宝也没有理会灰宝，爱宝只是等待通道门的打开。灰宝则以为妈妈一直都不会打自己，依旧不断的在爱宝身边打滚，同时还要压在男主角身上。爱宝最看不惯自己的园区的小花小草被欺负了，就给灰宝一巴掌。灰宝被妈妈的这一巴掌打懵了，直接被打的愣在了原地一动不动，有点怀疑熊生了。灰宝缓了好一会儿，跑去妈妈身边去问个究竟，张嘴之前伸手给妈妈2巴掌。此时灰宝觉得也没必要再问究竟了，毕竟自己已经还下来了。而瑞宝这里看着小脑袋，看着妈妈和妹妹整活儿，心想这母女俩又咋了。灰宝给了妈妈2巴掌，转头就钻小床下面。爱宝在上面有点够不着灰宝，灰宝在下面一边躲一边偷笑。看到妈妈离开后，灰宝扶着小亭子站起身，让妈妈继续来找自己。不过此时爱宝已经和瑞宝玩上了，灰宝等了半天没看到妈妈过来，灰宝又爬上了小亭子看妈妈在干嘛。当看到妈妈在跟姐姐玩时，灰宝吃醋了，一下扑在了妈妈身上。上一秒还觉得妈妈不好的灰宝，下一秒又和姐姐争宠起来了。不过爱宝的母爱很快就消失了。通道门一打开，爱宝毫不犹豫地起身下床，快走2步回家，动作一气呵成。灰宝这里则是直接跟着妈妈跑了回去，瑞宝则是往树上爬去，但爬到一半发现自己被丢下了，瑞宝有些尴尬。瑞宝尴尬地从树上下来，甚至尴尬到路都不会走了，直接从小亭子上摔了下来。爱宝趴在小树桩上盯了瑞宝身下的竹子好久，最后馋得实在忍不住了。爱宝对瑞宝讲，你不吃对吧？为了不浪费，那妈妈就只能替你吃了。爱宝站起身，伸手就给竹子抽了出来，抽到一半感觉用不上力了，爱宝直接给竹子咬住，用力一起薅了下来。给竹子薅下来后，爱宝便心满意足地吃了起来。盛熙阿姨眼看爱宝这里没竹子了，爱宝吃完后便让爱宝回家了。盛熙阿姨一来，姐妹俩就齐刷刷地追上去。她们姐妹们之间的默契与玩闹是2个爷爷看不懂的，而且瑞宝和灰宝还会相互吃醋。灰宝一个冲刺跑过来，盛熙阿姨连忙起身，姐妹俩重叠在一起，一起滚了下去。本来姐妹俩是2个半圆，这下2个半圆合到一起了，所以就滚出去了。盛熙阿姨玩开心了，离开园区，留下的瑞宝和灰宝还在蒙圈当中。盛熙阿姨离开后，爱宝很快就从通道门里出来了。这次瑞宝灰宝没有去抢爱宝的胡萝卜，让爱宝难得的吃到一个完整的胡萝卜。灰宝看到妈妈来了，又开始粘人了。此时的灰宝和瑞宝对比起来略显不够成熟，因为一旁的瑞宝和妈妈一样，身旁放有一盆小的竹子，和妈妈同步进行着吃播。不过灰宝这里负责捣乱也是有作用的，让姨姨们观看时不会感到单调无聊。灰宝在妈妈这里折腾了半天，看妈妈不理自己，又转头走向了瑞宝，抢瑞宝的竹子，完事儿还要躺在瑞宝身上吃。瑞宝是真宠灰宝，姐妹俩的感情比蜜还甜。送头又收不回去熊了，今天是3只。灰宝在树下惬意地吃着竹子，瑞宝在树上已经开始打呼噜了。通道门打开，姐妹俩就当看不见了。早上出门，瑞宝、灰宝今天都没有依恋室内园区，姐妹俩开开心心来到室外园区，一起爬上小树。
瑞宝抱着辉宝，将辉宝揉在怀里，上演着姐妹俩情深似海的画面。瑞宝表示自己简直不要太爱自己这个妹妹，怎么都稀罕不够。姐妹俩合理划分着小亮台的位置，一起趴在小亮台上晒着太阳，这画面感尽显岁月静好。姐妹俩在树上一趴就是1个小时。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，以为瑞宝辉宝会回室内呢，没想到瑞宝辉宝这时并没有回去。辉宝这里四仰八叉的躺在通道门口里，为了不让爷爷给门关上，辉宝故意留一条腿在外面，给老宋头拿捏的死死的。今天不仅瑞宝辉宝没回去，就连爱宝也没回去。今天爷爷们给室外的竹子放的有点多，爱宝迟迟没有吃完。爱宝向来只有将竹子全部吃完时才会去想别的事情。瑞宝在树上，辉宝守在通道门口，爱宝在吃着竹子。老宋头站在门口苦苦呼喊着，一直喊到爱宝吃完竹子。爱宝路过辉宝这里，爱宝的感召能力莫名的就给辉宝带走了。爱宝走到通道门口时，发现了刚才辉宝在门口留的标记，还停下来仔细闻了一下。而瑞宝这里对于回家看来又成了问题，因为瑞宝这时又睡着了。宋3岁去熊猫馆的路上路过竹林，看到几根新嫩的竹子，立马伸手给其剪断带走。一看这点数量，就是专门给瑞宝辉宝的。而此时的园区正处母慈子孝温馨的氛围，辉宝正在和爱宝在小亭子上玩耍，而瑞宝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。下一秒，瑞宝辉宝齐刷刷回头看去，是宋3岁进来了。宋3岁现在是越来越疯了。宋3岁将刚才捡的竹子放在了小汽车上。宋3岁这一操作惊呆了人鱼，爱宝就在旁边啊，真不怕爱宝过来给自己来上一巴掌。而且宋3岁放下竹子后还没着急走，跑到瑞宝身边给了瑞宝一块胡萝卜，然后又回到小汽车旁，因为辉宝还没有。而爱宝也真是信任宋3岁，爱宝只是看了一眼宋3岁，然后又放心的抱着护栏继续睡去。宋3岁就这样在爱宝身后走来走去，就想跟辉宝玩，完全不在意爱宝在不在。辉宝在宋3岁小胡萝卜的不断引诱下来到了小汽车上，这也是宋3岁所想的，就是想让辉宝来小车上，然后好跟辉宝玩。宋3岁将竹子放在辉宝旁边，然后开始吸辉宝，揉着辉宝这软乎乎的小脑袋。吸了一会儿辉宝后，宋3岁又给瑞宝这里放了一些竹子。宋3岁从不做偏袒的事情，而爱宝此时就在小亭子上安心的睡着觉，而且还是背对着宋3岁，一点防备心都没有。爱宝对宋3岁的信任已经完全将其当成自己的亲人了。而辉宝就这样一边翘着二郎腿，一边惬意的吃着小胡萝卜，可爱感十足。现在瑞宝出门后，爱宝给瑞宝看得越来越紧了。今天瑞宝走哪儿，爱宝就跟哪儿，主要怕瑞宝又做出出格的事情。早上爱宝一出门就开始盯着瑞宝，而对辉宝那是100个放心。不过辉宝也确实如此，爱宝跟着瑞宝围着园区转了一圈回来，辉宝还坐在原地没有动。但妈妈和姐姐一直黏在一起，以至于辉宝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冷落。爱宝赶着瑞宝回家，却没管辉宝，这给辉宝气的觉得自己有点没被瞧得起。辉宝望着妈妈和姐姐离开，在园区开始撒泼打滚，跟妈妈示意，你俩就等着吧，等哪天我也爬到树上让你们瞧瞧，让你们刮目相看，让你们再也不敢这样轻视我。一会儿辉宝回到家，依旧是特立独行，根本不黏妈妈，自己去到了小树上吃竹子。就这样在树上一边吃竹子一边看着妈妈和姐姐。不过也不能怪爱宝对辉宝冷落，只能说瑞宝最近太黏爱宝了。这一点早在1周前江爷爷就发现了，还发视频告诉过姨姨们。瑞宝向来对事情和环境敏感，或许瑞宝是感觉到自己快要和妈妈分开了，毕竟除了爷爷们觉得瑞宝辉宝是时候独立了，就连圣熙姨母在节目里也开始提及这个事情了。饲养员们相互谈论时，瑞宝指定是偷偷听见了，所以最近瑞宝才一直黏着妈妈，舍不得和妈妈分离。